所以它不会有发展。中国相声要想好，其实特别简单，能听我的就能好。这是咱俩聊闲天啊。您这口气够大，我这可播出去了啊。郭德纲早年接受采访时表示，相声界想要改变现状，听自己的就行了。而这句话一出，也一度让杨澜觉得郭德纲无比狂妄。在郭德纲看来，中国相声界想要好，首先要砍掉过多的相声剧院，只留1、2个团体负责宣传和教育，其他人全部撵到大街上自力谋生。只有在这种生活的压迫和竞争压力下，才能磨练出优秀的相声演员。郭德纲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德云社在正常演出状态下不开基本工资，这个为什么好呢？各位，人都有懒惰的心理啊！我1个月给你开4500块钱保底工资，然后你演一场再给你开100，今天外边下雨，你100%就请假了。为什么？这4500过日子我够了，今儿晚上我就不去挣这100了。因为人都是懒的。不仅如此，在德云社工作的相声演员必须会50个段子才有资格拿工资。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制度非常过分，但德云社的工资也是同行中最高的，而且通过这种薪资分配制度，还能促使演员更好的磨练自己。毕竟实力越强，越受观众喜爱，自己赚的钱也就越多。就比如张九南10年时间没请过1次假，共演出了4162场，而这4162场演出收获的不仅是金钱，还有扎实的基本功。反观那些身在体制内的相声演员，一段相声说一辈子，反正不管他们演得好不好，都有工资拿。其实在这之前，郭德纲就已经看到了相声界的鱼龙混杂，特别是师傅侯耀文的一句话，更是让他陷入深深的沉默。我说他们就不知道，他们不会吗？先生一扭头，不要告诉他们，他们这样我们到死都有饭。这是一个秘密，这是，哎呦，之前我从来没讲过。郭德纲段子中有这么一句话，不是我多么优秀，全靠同行们的衬托。原来看还以为是自谦，其实他说的都是真的。要看现在的相声市场，稍有名气的相声演员基本都出自德云社。只要是从德云社出去的有名有姓的演员，他再次，他比外头那些个下三滥得强100倍。看过近2年非遗相声大会的伙伴就会发现，很多相声演员的基本功连德云社的小字辈都不如。作为相声界老前辈的李金斗，一段太平歌词更是稀巴烂，不是唱错字就是破音，和郭德纲相比简直天壤之别。相声的没落不是因为新的少，而是因为他不会。我们教孩子教的不是相声作品，我又说了一段新相声，我又写了一段新相声，我那个新作品叫什么什么，那都是诈骗。作为非主流相声的代表，这些年郭德纲没少被同行针对，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带领德云社成为第1个赚钱的相声团体。要说郭德纲有多大本事，并不是他之所以能走到今天，靠的就是对相声功底的磨练。在郭德纲看来，现在相声界主要分为3部分：一是体制内相声院团，2是德云社，3是民间其他相声团体。这类人基本都没好好学过相声基本功，进入圈内主要是为了名利，因为其他2个相声阵容都没有生存压力，所以相声演员的实力也是鱼龙混杂，拉低了整个相声界的水平。侯耀文逝世10周年追思会上，杨毅就曾关于这一点对同行大骂四方。辈儿排的都挺清楚，活在哪儿呢？哪位的活呢？没有活说相声干嘛？起哄啊！认这玩意儿好玩，这玩意儿有便宜，这玩意儿没便宜，说不好相声一辈子败家。齁贫恶艳没有用，不怪杨毅如此生气，实在是现在体制内相声演员的水平太差，除了一些老家伙上台后大家熟悉的演员寥寥无几，哪怕有几对实力不错的，最后也因为种种原因趔趄，这就导致了现在主流相声界演员的严重断层。主流相声界分3个档次，哪3个档次？第一，艺术家得参加大型晚会；第2等就是大型晚会去不了，但是比如说有个企业家呀，有什么挣钱的活是这类演员能去。第3类就是普通的相声演员，这个大晚会没有他啊，吃这些个企业家也很困难哦，那怎么办呢？吃工资。反观郭德纲，虽然在骂同行方面毫不嘴软，但手下的徒弟一个比一个有名气。云鹤2科弟子就不用说了，每个人都是可以单独开商演的存在。就连辈分最小的小字科，也在去年跨年演出中单独开了一个相声专场，并收获观众的一众好评。要知道，主流开相声专场送票都没人要，而德云社这边却一票难求。郭德纲用实力撑起了自己的狂妄。张老师可以帮我这个男的啊，每日文娱的给我，北京电视台的给我。咱这心胸，给中间，那个有线的给中间。
看到昔日仇人客客气气的将话筒递到自己手里，郭德纲笑的是前所未有的畅快。那么，郭德纲和北京电台之间究竟有何恩怨呢？2010年，网上突然有人爆出郭德纲别墅占用公共绿地，必须拆除构筑物。每日文娱方面看到后，就派记者偷偷前去调查。谁知就在记者潜入郭德纲家，准备四处拍摄的时候，被正在郭德纲家做饭的李鹤彪发现了。劝说无果后，两人就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。李鹤彪打人的事儿，我到今天我都说合理推搡。就在这些记者来之前没有多长时间，我们小区发生了多起连环入室盗窃案。小区保安也好，民警也好，增强了警力，并且一再提醒我们提防陌生人。按理说，北京台方面应该是理亏的一方，可他们不仅不道歉，还倒打一耙郭德纲徒弟打人，并要求德云社给自己5万块钱，不然就把这件事情搞得无限的大。而且你用的这人不是北京台的，而且不光不是北京台，他连正规的记者证都没有。在派出所，他的某位女领导来了，张嘴就是我要5万。你给赔偿费还是他直接不知道是什么，就是你要拿5万这事就拉倒。虽然事情最终以李鹤彪道歉结束，但郭德纲和北京台的梁子彻底结下。2013年，北京电视台台长王晓东去世，郭德纲当天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道打油诗，并配有一张大红双喜的照片，赤裸裸地表达了仇敌已死的爽快心情。虽然郭德纲因为这个举动差点被全国400多家媒体封杀，但好在他语意已满，没受到丝毫影响。都说郭德纲性格狂妄，凡是自己看不惯的人都要怼几句，但他也确实有嚣张的资本，一句有能耐就别用我们的人，就能让所有电视台和主办方不敢得罪他。